今天我要来介绍一个我自己写的 Stable Diffusion Web UI 的一个扩展。那这个功能主要是说，当你现在训练了很多个 Lola， 那每一个 Lola 都有自己的模型触发词，那你可能会需要用记事本把它存起来，那要找的时候其实会很不方便。那这个扩展的功能就是，你可以使用右键选单，然后直接快速的去叫出你的模型触发词。比如说我现在用这个 Lola， 那我先把这个 Lola 载入，接下来我按右键，那它就会把模型触发词加入到你的提词框里面。那同样的，你也可以记录这个 Lola 专用的反向提词，那它一样会快速的就加入到你的反向提词框，那你就可以比较有效率的去产生你要的图片。这个扩展目前支援的可以整理模型触发词的附加神经网络，包括了文本反转、超网路，还有模型权重存档点。Lola 以及 Recoveries。安装方式为：先到影片说明栏位下方找到下载连结，然后进去之后按下载。然后找到刚刚下载的档案，然后将压上里面的这个资料夹放到你的 Web UI 里面的 Extensions 这一层目录下，解压缩进去，确定这里面有这些档案之后，再去开启你的 Web UI 就可以了。如果你有安装 Civity AI 这个扩展的话，那我这边这个扩展也可以去读取 Civity AI 扩展的资料。那例如说，这边有个 Civity AI 下载的模型，那它读到的资料就会显示，这边就会标注说这个题词是来自 Civity AI。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去使用 Civity AI 它的范例图片的题词，它也可以自动帮你加到你的题词框里面。那如果你希望是进一步的去让生成的图片要长得跟 Civity AI 的范例图片很像的话，你可以使用下面这一台的功能表。那这个功能表的意思就是说，它会把你的这张图的相关设定，比如说采样步骤、宽度、高度等等的设定都一并的去做载入。例如说，我现在想要生出很像这张图的图片，那它就会把采样步骤跟一些方法都更新进去。种子还有提示词相关性这些设定也会一并的被加入。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尝试去产生跟它非常像的图。假如你使用的是触控萤幕，没有办法按滑鼠的右键去把选单叫出来的话，那这边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在设定使用触控模式打勾，然后回到这边，你就会看到这边角落出现一个黑色的区域，上面写点点点。你在这个点点点上面点下去，它就会产生右键清单，那一样可以完成你要的效果。这个扩展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去管理以及编辑你这边的模型触发词，就是这边右键选单上面列出来的模型触发词是可以透过这边这个编辑按钮来进行修改。那按下去之后，它会载入模型的基本资料。那下面这个表格就是让你去编辑你的模型触发词，比如说我这边希望多一个，那你按下储存设定之后，你回到文生图这边，你就可以去使用刚刚编辑完的结果。
那如果你不想要的话，那一样可以去把它删掉。那右键选单上面的顺序也是可以从这个表格做调整，你可以按上下键，然后让它去改变它的顺序。那如果你发现你的这边的资料不够，你也可以按新增，按这边的新增，去新增一个新的模型触发词。那如果你发现你这边修改错了，你也可以重新从你的已经建好档的资料去做读取，它就会读取到你刚刚改的结果。像我刚刚删掉 Fox 没有去做存档，那所以它还会在上面。那我现在改好再按储存，那就可以了。那下面还有一些其他功能，这边依序为新增。这个新增你必须要先选择一个储存格才可以按新增，它会新增一个空白栏位去给你去做编辑。那如果你不要，你也可以按下删除钮去把它删除。那上移跟下移的功能就是去调整它的顺序。那这个是复制，复制就是你可以选择你的这个题词，然后去复制，那就会复制到剪贴簿上面。比如说我现在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贴上刚刚复制的东西。假如你用的浏览器是 Chrome 的话，那在提示词工具这边又会再多几个按钮，分别为贴上，然后还有贴上并附加。那贴上的功能主要就是我这边先随便开一个。贴上的功能主要就是你可以去其他地方复制一段文字，然后贴上的话，它会直接把它盖进去。那如果你是用附加的话，它会加上逗号再加在后面。然后这边也有一些功能，比如说你在做大量建档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有重复，那这边可以帮你移除重复的。然后如果你去做一些处理，它有些空白，它也可以帮你删除。那有时候你的顺序比较乱，你可以选择这边的排序功能去排序你的题词。然后新增反向提示词的方法如下：首先选择你要新增反向提示词的 Lola 模型，然后按下编辑，然后新增一列，然后打上你要的反向题词，比如说这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还是会当做一般题词。那你向右卷到最后面会出现一个反向提示词的栏位，那你在里面把它改成是，就可以了。然后按下储存。那你回到原本这边，你就会出现刚刚你加入的反向提示词，然后就会加入到你的提示词框里面。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这个扩展是可以去使用 Swift AI 上面的资料。那假设你没有去装 Swift AI 的扩展的话，那这个扩展也可以帮你去抓取 Swift AI 的资料。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 Swift AI 的模型。那它载入进来，因为这个模型是刚从 Swift AI 下载的，所以它没有资料。那这时候你可以用下面这个功能，从 Swift AI 抓取设定档，那它就会帮你把 Swift AI 的题词抓下来。那这边有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说这边有个叫种类，那这个种类的功能其实是当你的模型触发词非常多的时候，
你在种类上面打的资料，你可以用来去作为筛选。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麦块的有一个 LoRa， 那我这个 LoRa 就可以我在种类上面标地形，那我现在只要打地形，它就只会列出跟地形有关的模型触发词。那回到刚刚载入的资料，那这些资料载入进来，就是刚刚那个模型。那这些资料载入进来，它其实是还没有存档的，所以如果你要使用的话，你要按下储存，那你才可以回到刚刚这个模型，然后它就会载入进来。那同样，它也会载入到它的样本图像。那假如你的模型是自己训练的话，那这边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去，如果你是用 DreamBoost 训练的话，那你可以直接选择你的 DreamBoost 模型，然后按下从 DreamBoost 模型抓取触发词，那它就会帮你把你在 DreamBoost 上面所设定的所有的概念的词都加到你的清单中。那假如说你的资料是这样子储存在一个记事本的话，那你也可以把你的题词以行为单位进行输入，然后按从文字框读取题词，它就会帮你把以行为单位去读到这个里面，那你再进行你要做的编辑就可以了。那假如说你现在打了很长的题词，那你可能有时候可能会怕打错，就是可能想要知道它是什么意思，那你也可以用这边这个翻译的功能，它会帮你翻译你所选择到的题词，那你就可以检查你有没有打错。那差不多就是这样，那就是把你所有的 LoRa 模型，然后去记录你所需要的模型触发词。那你只要有完成建档的话，就可以快速的从这边直接叫出你的模型触发词，那就可以快速的去画图。那也不必要使用记事本一个一个触发词慢慢存，那用的时候还要找，这样的话变得很麻烦。那这个扩展的功能主要就只是把这个在记事本上面存题词的这件事情转换成 Web UI， 直接支援可以用表格编辑来去做，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算是简单的一个扩展。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可以管理自己的模型触发词的一个方法。此外，也可以点击下面的选项来观看制作的其他扩展，或者是其他的影片。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